你有没有发现，只要马桶里出现一堆泡泡，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不是肾脏坏掉了？甚至有人一看到健检报告出现尿蛋白一架，整个人就开始怀疑人生。我讲一个门诊最经典的案例：陈先生冲进来的时候，脸色发白，手上还紧紧抓着刚拿到的体检报告。他一坐下来，连气都还没喘顺，就急着问我：“宽宽医师，我尿蛋白那一栏写一架。”而且马桶里都是泡泡，我是不是肾脏坏掉了？是不是准备要洗肾了？结果你猜怎么了？我帮他安排了一项更精准的检查之后，他的肾脏功能其实非常正常，所有数值都在安全范围内。那这个红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其实很单纯，他在做体检之前做了一件几乎每个人都会做的事，空腹又没有喝水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要带你揭开一个很关键的真相。你看到的泡泡尿，很多时候其实根本不是肾脏出问题。接下来我会带你拆解泡泡尿背后的4大常见原因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也曾经因为马桶里的泡泡紧张到睡不着，这一集请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。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早上刚睡醒，迷迷糊糊走进厕所里解放，结果一低头，哇，马桶里竟然浮着一层厚厚的泡泡，看起来就像有人倒了一整瓶的沐浴乳一样。那一瞬间，很多人会瞬间清醒。脑中还会自动跑出各种医学名词，开始自己吓自己。先别紧张，在门诊像陈先生这样自己吓自己的情况，其实非常常见。很多时候，泡泡尿根本不是疾病，而只是3种常见的假警报。第一个是纯粹的物理现象，速度与冲击力。想象一下，你在电影院里憋了2个小时的尿，看完电影冲去上厕所，那一瞬间的水柱是不是有点像高压水枪？当尿液以比较快的速度、比较强的力道冲击马桶水面时，就很容易产生水花和泡泡。特别是站着解尿的男性，因为高度落差更大，泡泡也会更明显。这完全是物理作用，不是身体出问题，对健康没有影响。第二个是身体的无声提醒：脱水与浓缩。这也正是陈先生体检会出现红字的原因之一。大家去做健检时，是不是常被要求要空腹进食？但很多人会因此刻意少喝水，甚至怕影响检查结果，而几乎不喝水。当身体好几个小时没有补充水分，尿液就会变得比较浓缩。这时候去验尿，原本很少量正常存在的蛋白质，就可能因为浓度变高而被放大，出现类似异常的结果，也就是所谓的伪阳性。而你看到那些泡泡，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你，我有点缺水了哦。所以下次早上看到泡泡，不用急着上网查各种最坏的情况，先去喝一大杯白开水，补充水分。很多时候泡泡就会自然消失。多喝水本来就是我们极简护肾很重要的第一步。第三个是环境造成的干扰，清洁剂。你可能没有想过，有时候泡泡根本不是身体造成的，而是马桶本身的影响。如果刚好使用了比较强的厕所清洁剂或漂白水，残留的化学物质和尿液混在一起，就可能出现起泡的现象。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不难分辨，下次可以先试着在解尿前先冲一次水，把残留的清洁剂冲掉，或换一间厕所再观察看看。如果多冲一次水之后，泡泡就明显减少或消失，多半就不是肾脏的问题，而是清洁剂造成的影响。好，如果我们前面已经排除了水柱太强、水喝太少、清洁剂影响，但你的泡泡尿还是持续出现，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魔王关卡了——尿蛋白。那为什么蛋白质会让尿液变成一堆泡泡呢？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让大家秒懂。想象你面前有2杯东西，一杯是白开水，一杯是牛奶。如果你拿吸管去吹气，哪一杯比较容易产生一堆细密的泡泡？答案就是牛奶，因为像蛋白质这类的物质会改变液体的表面张力，
让空气进去之后更容易形成不容易破掉的泡泡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尿液里其实不应该有大量的蛋白质。当肾脏这个过滤系统出问题，把原本不该漏出去的蛋白质漏到尿液里，尿液的性质就会改变，变得比较黏，也就更容易出现像牛奶一样的泡泡感。这时候你一定会问我，宽宽医师，那像陈先生这种渐渐出现尿蛋白一价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在门诊，我通常会帮病人再安排一个更精准的检查，叫做尿液白蛋白与尿液肌酸酐比值，英文是 Urine Albumin to Creatinine Ratio， 简称 ACR。它可以更准确的反映尿液中白蛋白的多寡，大幅降低尿液因为浓淡造成的误差。像陈先生后来检查的结果是23，落在一般临床认定的正常范围内，也就是 ACR 小于30毫克每克，等于是安全通过。这时他也才真正松了一口气。所以记住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健检报告上的尿蛋白红字，先不要自己吓自己，更不能只看一次结果就下结论，一定要搭配更精确的检查，才能真正判断肾脏的状况。说了这么多，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要怎么分辨这是无害的泡泡，还是需要注意的尿蛋白泡泡呢？我教大家2个在门诊最实用的判断口诀：第一，看时间；第二，看泡泡的特性。第一点，看时间，尿完先不要急着冲掉，稍微等它5到10分钟，看看变化。如果是单纯的泡泡，多半在几分钟内就会慢慢消失，甚至剩下零星几个。不过这只是初步观察，不能取代正式检查。第二，看特性，一般正常的泡泡通常比较大颗，也比较透明，看起来比较松散。但如果是尿蛋白造成的情况，泡泡会变得非常细小、密集，像是啤酒最上面那一层绵密的泡沫，而且就算过了10几分钟，还是厚厚一层，不太会消散。另外要特别提醒，轻微的尿蛋白很多时候是完全没有症状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门诊会一直提醒糖尿病的病友一定要规律追踪，通常每年至少进行1次尿蛋白检查。但如果拖久了，身体开始出现变化，就不只是泡泡尿这么简单而已。当你发现泡泡尿同时合并以下状况，就要特别注意，像是排尿习惯改变，尿会灼热疼痛，出现血尿，尿量改变，手脚明显水肿，而且按下去会凹陷，弹不回来，甚至严重出现呼吸喘或下背部不舒服。如果有这些情况，请不要再观察了，直接挂肾脏科门诊比较安全。把你的症状完整的告诉医师，这是保护自己肾功能最重要的一步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泡泡尿其实主要有4大原因：水柱冲击力太强，身体缺水导致尿液浓缩，清洁剂或环境残留影响，以及最需要注意的尿蛋白增加。下次如果你又在马桶里看到泡泡浴一样的画面，先不要紧张，先回想一下，是不是刚刚憋尿太久？是不是水喝得不够？还是刚好换了清洁用品？很多时候答案其实都很生活化。健康这件事，我们宁可多一分确认，也不要少一分警觉。尤其是早期的尿蛋白，如果能提早发现、提早介入，很多时候是有机会把肾功能稳住的。也回到我们的核心，极简护肾，多喝水、多运动，避免不当用药，把这3件事情做好，其实就是给肾脏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保护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一集让你少了一点焦虑，多了一点理解，也欢迎分享给身边那个看到泡泡尿就睡不着的朋友，帮他按下一颗定心丸。也别忘了订阅和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